因为你的自责，你想去赎罪，你选择了把我养在身边，把我养大成人。又因为你觉得我不会原谅你，你选择不告诉我，隐瞒我。现在又是因为你，你不想再继续面对我，你不让我和段然在一起，什么事都是因为你想怎么样，你想怎么样。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考虑过我吗？谢谢，求求你了，别再折磨我了，好吗？停不住流转的时光，在深处温暖手掌。紫砂壶茶热了又凉，等不到那一句原谅，想说的终究没说出，念着你，其实我在乎。还记得那条丁香花开的路，尽头你还站在那儿等着我。你好，段总。哎，菊姐，看见西西了吗？我在忙，没注意呀。啊，那你忙。于总，段总，你看见西西了吗？段总是找西西的。周阿姨刚才来了一趟公司，把西西也带走了。哦，行，我知道了，那你忙吧。段总，段总，段总，我就想和您聊两句。叫段然就行了。现在我应该跟您叫一声于总。段总，
我知道你讨厌我，我自己也讨厌我自己。什么于总的，你就别埋汰我了，我是真的没得选。这投票呀，那都是自己的选择，怎么叫没得选呢？我不是想解释什么，你的债，我用下半辈子来补偿。有什么好补偿的？要补偿的。段总，我虽然是个胆小懦弱的废物，但也可以废物利用啊。你知道吗？那天投完沈丁丁的票之后，我就告诉自己到头了，是个够了，我不欠沈家什么了。可我为什么还要当这个傀儡的 CEO？ 因为我想保护剩下的人，保护西西，保护5个个这些剩下来的人。我能保护你的瑞。你要是这么说，咱们这些老朋友、老战友，那还确实得委托你保护一下。你放心吧。好呀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没什么打算，我也不知道我应该有什么打算。我这2天我在想啊，当初是为什么创业呢？啊，为什么创业呢？证明自己吗？不知道。你没有义务，没必要向任何人证明任何事，你就是你自己。你从来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朋友，你是我们的主心骨，我们的方向，我们需要你领航的，段总。领什么航呀？自己都没目标，不知道怎么走，我领什么航呀？等我找到方向再说吧。那你什么时候找到方向了，你就通知我，我全力配合你。你先全力养好你的腿吧，你后面瘸了，你还怎么配合我？行了，别总站着，对腿不好啊，好好养养腿。啊，你跟西西去哪儿了？昨天？我们俩好久不见，我带她去按摩了。那也太晚了，我早晨给西西打电话，还不接呢，是不是没起来呀？我们下次注意啊。老段，今天干什么呀？我，哟，呵，约人钓鱼呢。哎呀，我得走了。人，哎，走，跟我钓鱼去。天儿太热了，我不去了。哎，你是打算在家里继续听你妈唠叨，还是跟我去钓鱼？你自己想清楚了啊。哎呦，有这么劝人的吗？那我钓鱼去了啊。有这么劝人的吗，老段？丁总，欧阳总，周末过得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
晚上我去见几个投资界的朋友，都是大人物，有兴趣吗？我这种小人物就不参加你们这种大人物的聚会了。哎，干嘛呀？你老防我跟防狼似的，就吃个饭而已嘛。丁总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。不过今天呢，还真是有点特殊情况。今天我辞职。干嘛突然辞职啊？出于个人原因吧。反正之后呢，工作上的事情对接嘛，我会找于总的。自主品牌呢，我打算交给西西。自主品牌我是有独立决策权的，这个你是知道的。你有那么讨厌我吗？我们俩就是同事关系，谈不上讨厌吧。但是您老是往那个缘分上掰，缘分上这事儿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啊，你也懂。行吧，你的损失，自便吧。哎，西西，今天怎么迟到了呀？怎么了这是？没事。哦，对了，欧阳跟沈丁丁提离职了。我听说了，你要辞职。嗯。段然，我就发现吧，这两个人的感情啊，你要是放不下，你就会不甘心；你要是不耗到那个让你甘心的时候呢，那你就放不下。甘心了。其实你在的这半年，我过得也一点都不轻松。我认识段然以来，我就觉得我过得就没有轻松过，因为你一直在他世界里啊，并且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你们俩彼此在对方的心中越来越重要。我怎么办啊？不过没事儿，翻篇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2件事情要跟你说一下。那第一个事情呢，就是那个藤，我原本是想交给段然的，但是呢，他让我给你。第2件事情就是这个。我还以为我弄丢了呢。最后再附赠2个小贴士吧。就是我觉得以后呢，你要是遇到工作上面的难题，还是变圆润一点，变通一点啊。有的时候跟人沟通巧妙一点，别老硬碰硬的。感情上的事情呢，如果一时找不着答案，就等等。谢谢你，欧阳。以后要是有机会的话，我希望能和你再合作。其实吧，要是不是这公司换老板了，我还真不想走。哎呦，你来了，快来坐。可以啊，焕然一新了。你上次给我打完电话呀，我就一直在琢磨，什么叫神助攻呢？
只有你来了我这儿，这才叫神助攻嘛。所以这2天啊，好好的把这件里里外外的都捯饬了一遍。我想明白了，我这儿啊，就给瑞当成最后的避风港。可以呀，越来越聪明了。不是我聪明，是你懂我，我也了解你。怎么样啊？马上要结束封号了，一切步入正轨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哎，我刚进来逛了一圈，怎么没见可乐、小红鸭呢？他们2个辞职了。违约金的事儿是我分内的事儿。其实来之前我们还在担心，毕竟是走了又回来。公司现在的 CEO 是于适，瑞已经完全换血了。我现在刚刚入主公司，你们是我重点的培养对象，好吗？那我们就有话直说了。说，丁总，你打算给我跟丫丫用什么品牌和资源来打造？你们想要什么样的品牌啊？波波罗。波波罗。好啦，你也别难过了，反正呢，想走也留不住，留住人心也早跑了。其实可乐刚来云直播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无论云直播是大是小，都装不下他的野心。我觉得他还是没有看清自己，所以才会患得患失，反复的背叛。其实也挺可怜的。好啦，你大不了再培养几个呗，没事。你说他们要像你似的就好了，温柔体贴、善良，活得通透，真好。佳云，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更像是一把刀，遇上那些人，像可乐、丁丁也好，段然、沈江涛，这些出现在我生命里的敌人也罢，朋友也罢，我觉得他们都像是我的磨刀石。他们出现越多，我就越锋利。你就不一样了，云淡风轻，聪明智慧，更像是刀鞘，能藏住我的锋芒。哎，你这些小话都哪儿抄的呀？怎么是抄的呢？这叫有感而发。好吧，看你今天这么可怜巴巴的样子，我帮你个忙吧。有约老段总。这能钓到鱼吗？多长时间了？别说话，把鱼都吓跑了。要跟你聊聊天儿，太闷了。你要真想钓鱼，我给你找艘船，咱们出海，那一网撒下去全是鱼。能一样吗？啊？你看，咱爷俩坐在海边，天高云淡，吹着海风，沿一支竿儿，静等鱼儿钓钩。啊，撒网捕鱼，那叫什么本事啊？急功近利，那个乐趣，跟静静的等鱼上钩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行了，在家我妈就唠叨我，出来您还唠叨我。哼，你小子够难伺候的啊！不说话吧，你显憋闷；说了话吧，你就说我唠叨。行，不说，钓鱼。钓鱼，这有没有食呢？我把这拿出来看看。什么掉下去了？得嘞，水壶。毛手毛脚的家伙。你跟别人做生意，你不能只想着钱利益，
是利益是能维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但是它不能长久的。你终归还是要感情。你和吴总，你觉得你们是完全两个类型的人，对吧？但是你要从他的身上找你们的共同点，你只要找到了和他的共同点，你们就能成为朋友。吴总，佳云约的我，来的是你啊！啊，这不一直约您，您没理我，我实在没办法。哎，这有沙发不坐，怎么坐这儿啊？嗨，刚才我过来的时候，沙发上竟坐满了人了，不知道怎么突然都走了。要不我给转过去？哦不，我们坐这儿吧，反正也聊不了多久。哎，吴总，实在抱歉，我也是没办法了，才出此下策。陈郎，云直播线是刚刚重启，我们还是有些担心。啊，我是建议你们能够合作一些小的供应商会更好一些。是。你们恢复元气了，我们再合作多好啊！吴总，其实这些话咱们俩之前的电话里面也沟通过，我都记在心上。但是今天约您来呢，不想跟您聊工作的，我只是单单纯纯的想跟您交个朋友。交朋友？哎呀，要不是你这个臭小子，毛手毛脚的，把水壶踢到海里，咱爷俩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。来，输下乘凉吧。我都快晒晕了吧？哎呀，坐吧，我的大少爷。哎呀，没事，我们都是有好运气的人啊。跟有好运气的人待在一起，他总会有好事发生。但愿吧。渴死我了。我也快渴死了。哎爸啊，卖冰棍儿的，卖冰棍儿！哎，小哥，来，太好了，真是天无绝人之路。大哥，来一根吗？来一根。我看看，这有什么味儿的？有绿豆的，有牛奶的，还有老冰棍儿。您看你要哪个？你这样，你一个味道给我来2根。帅哥，我劝你啊，不要贪凉多吃。冰棍儿呢，虽然好吃，天呢也热，但是呢，你吃多容易坏肚子呀。这人得让我多买点，你这还劝我少买点啊？不，我们这小本买卖就图个心安。那你要真吃坏了，那我可过意不去啊。哎呀，现在做生意像你这么有人情味的不多了，啊？冉冉，给爸拿根绿豆糕。拿着呢。好。小伙子，哎，这么多冰棍儿卖多少钱啊？哦，一共10块05毛。我们半路遇见也算是有缘分啊，给你们便宜点，就算10块钱，好吧？哎呦，真够客气的啊！行吗？这个这么热的天儿，你够辛苦的。哎，现在物价这么高，你这卖1天冰棍儿能赚多少钱啊？我卖这个也不为发大财，就是呢，为了能给老顾客们提供喜欢吃的口味。真棒！冉冉，付钱。来，是，你扫这儿就行。行啊，兄弟，咱这么有缘分，碰到你了，我也不能少给你钱啊，该多少是多少。来，你这严重了，你。其实我觉得我们俩之间还是有很多共同点的，真的。哎，吴总，我冒昧问一下啊，您是哪儿的人啊？皖北。你看巧了没有？我是苏北人。真的吗？那还挺近的。是啊，哎，我们家呀离安徽特别近，是一个小乡村。这小的时候啊，家里特别穷。哎，我说句题外话，你要不猜猜我哪个大学毕业？您可别说是什么清华北大啊，真的是啊。猜中了不是？我是清华计算机系毕业的。刚毕业之后，在北京做了点小买卖，黄了，后来才来的厦门，自己用女装起了家。小时候家里穷，姐姐们又多，那爸妈竟给姐姐们买衣服了，最后轮不到我，只能穿姐姐们剩下来的东西。没想到陈总还有这番经历呢。可不嘛，你说我在学校里面的学习也是有1有2的吧？咱也是有里有面的人是吧？天天抓一个花衣裳在那儿那替我多丢人。那倒也没什么啊。我买了84，
然后把这衣服啊泡在84的水里面，就这样把这颜色给脱了，漂来漂去还是花呀。那也比穿了花了咕叽的强吧？哎，你别说，我最后穿在身上，还穿出一种风格来。不过说到这个改衣服啊，陈总，你的经验可没有我丰富。吴总也有这种经历啊。然然，注意到刚才卖冰棍的做生意的方式了吗？我认为他是个好的生意人，他体贴客人，他富有人情味儿，所以顾客都心甘情愿愿意为他掏钱。让人舒服，这是做生意的基础。但是现在好多这生意人呐，总是想着自己利益最大化。我跟你说过你爷爷的故事吗？说过，爷爷不是那个挑货郎吗？爷爷以前就是山区里的挑货郎，那鸡毛啊、鸭毛啊，换一些东西，啊，以物换物是最早的零售的方式。那时候如果想做点生意，靠的是什么呀？靠的就是人和人之间情谊的维系。还是那时候单纯。那现在到处都是尔虞我诈。也不至于。我这是以人求人，啊。然然，你还年轻，要经得起挫折，啊。但最重要的还有，你得有明确的奋斗的目标。爸，我知道你跟我妈什么意思。我这段时间待在家吧，我也在想，我从英国回来之后，一直都是按着自己的想法做事，也算是有点任性。谁年轻的时候没任性过啊？我也任性，没毛病。关键是，你得有明确的目标，还得懂得及时止损。儿子，听爸一句劝，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做，干脆回科艺，啊，回来为科艺贡献一份力量，好不好？我回 QE 干嘛呀？先从楼层经理做起。楼层经理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商户和客户之间的关系，那是一个需要高情商和决断力的职位。还有就是你刚才体会到的人情味，很不简单呐。这个工作非常适合你去历练。那要说回 QE， 我就得去找沈叔。那怎么了？你害怕你沈叔打压你吗？不会的，你沈叔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了解他。他和爸爸的分歧主要是经营理念上的分歧，没有别的。我倒是觉得你应该好好调整调整心态，儿子，放下你所谓的面子、身段，好不好？我今天下午本来说要去代工厂，去找那个师傅看看那个样衣，看来今天也去不成了。是聊的有点晚了，你看。感谢吴总给我这个时间，真心谢谢你。我还是今天重新认识了一番我们陈总啊。今天你给我提了那一些建议和思路啊，我回去晚上好好想想。明天呢，我去代工厂跟师傅好好聊聊，如果能够做出来，我尽量把它做出来。你看看吴总，我一开始说的。不聊工作，不聊工作，结果咱们现在句句都在工作上。陈朗，我也不傻，我能看出来你很热爱你这份工作，我懂你的心思。谢谢吴总。陈叔，我是来跟您道歉的。之前是我太冲动。虽然我没有直接推倒于氏，但是我间接的造成了他摔伤，我得道歉。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失，事后郑重道歉，这才算个男人啊！其实我来啊，是有事想拜托沈叔，希望您能成全我。
想回瑞？我想去 QE， 当楼层经理。我之前的问题是眼高手低，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和基础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从头做起。哎，刘总，辛苦上来一趟，有个事儿啊。这些呢都是我们新的代工厂加班加点赶出来的衣服啊。反正我检查过了，质量挺好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那马上我们新的藤产品就可以上线了。我最近呢也一直在想新的营销方案。哎，我看了一个国外的综艺，还挺好玩的，就是让几个设计师互相 PK， 用比赛的方式，用他们临时的材料去搭配衣服。其实呢，我们也可以学习啊。 可以让我们的播主组成战队，随机发放衣服，临时搭配，这样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增加不少的人气。我觉得这个好是好，但是需要花费很大精力啊。反正我没关系，我最近刚好想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。没事的，西西，没事的，我帮你。我也帮你，西西。 赶紧把衣服分配一下吧。你瞧见没有？许久未见的铁人钱又上线了。哎，可不是嘛，天天熬夜加班，命都不要了。你说他那个黑眼圈，别人不知道还以为他晕眼妆呢。哎，想想也不至于啊，不就是吃了 CEO 的位置吗？我倒觉得像是失恋了。我觉得也有点像。2号直播间的灯光再亮一点。 跟那个6号直播间的乔乔说一声，他那个这件外套可以不用播了，换下一套，换下一个主打款。主打款的衣服。那个连衣裙交给5哥哥播，然后那个衬衫交给那个温馨播。还有那个衬衫。像我们看到这一层呢，大概有40-50个商家，主要是服饰、化妆品这一块，像什么iDo啊、欧米伽呀这些品牌啊，基本上都有。 平时你转一圈都能看到，啊，那你主要的工作呢，就是监督员工的仪容仪表，啊，人事考勤，环境卫生，也要去管一下这个顾客的纠纷，然后检查一下电梯、消防栓，其实就是这些，很简单的。那就是这里发生的所有事我都要管，对吧？可以这么说，但是你也大可不必那么认真，差不多转一圈就行了。那不行啊，我们 Q1从来没有设置过这种不用认真工作的岗位。 我看你是误会了，因为你是老段总的公子，老段总虽然退了，但是当董事长的时候对我们都很照顾。经理啊，我希望您还是能一视同仁。我在这儿有什么该教育的地方就教育我，我来还是想好好学习学习的。你倒是跟我想象里很不一样啊。走，我带你转转，好吧？ 沈总也在啊。西西啊，
丁丁说呢，是你一个人扛起了自主品牌的大旗，辛苦了。没什么，这是我的工作，应该的。坐，对，坐。今天呢，是腾第2季第1天上线，销售非常好，公司很满意。这是我爸专门跟公司给你申请的奖金。谢谢沈叔。跟你沈叔还客气什么？这是我们丁丁啊到了瑞打的第1个大胜仗，军功章上啊有你的一半呢。既然都是大家的功劳，我想把这个钱呢继续投入在自主品牌上。公是公，私是私，对吧？这钱你留着。现在还有这么个事儿哈，我呢准备组建一个新的部门，专门来研发自主品牌。光有腾不够，还应该开发各种各样的自主品牌，去满足消费者各种各样的需求。这个事儿你最有经验，交给你吧。腾这边呢，就让于适来负责吧。这不明摆着明升暗降吗？把腾从我手里面剥离出去。哎，我跟你说一下啊，这是西西想出了一个新办法，就是呢，采用 PK 的方式，把主播的两人分成一组，给他们随机发一段搭配 PK。哦，哎，那我们这一组？你自己一组为大明星，谁敢跟你一组？谁能 PK 过你呀？等决赛选出了一组之后再跟你谈。行，这还挺有意思的啊。来，行，那我跟你们交代清楚，我去忙了啊。哎，好。西西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讨厌！你这时候干嘛过来啊？我都没看到了。我看见有什么的呀？擦擦眼泪。谢谢。怎么了？是不是那个丁丁欺负你了？不是。就是他说要什么给我开一个新的部门，要给我加薪，要升职的，其实就想把我架空。这还不是欺负你？最近实在发生太多事儿了，我就没有忍住。好了，没事没事，哭出来就好了，偶尔也得发泄一下嘛。没事儿，哭吧哭吧。等一下，接个电话。喂妈，我在外边有事儿，我今天那个自主品牌第1天。不是，你怎么又擅自给我接活动啊？我去不了，今天谁跟我说我都去不了。行，就这样吧。怎么了？唉，我真服了我妈。对不起，有什么用？你把我们家孩子给撞到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孩子跑出来我也没看见。哎，这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们家孩子的问题。不好意思，我是商场经理，有什么事跟我说的。哦，是这样的，他撞到我们家孩子了。经理呀，你看这的管理呀是有问题的。是。你看这快递小哥吧，拎着那么多东西在走来走去的，这很危险的。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，宝宝没受伤吧？撞到哪儿了？撞哪儿？把他给吓坏了。对不起，哥给你道个歉啊，对不起啊。姐，我这儿正好有2个这个玩具城的优惠券，你看给宝宝买个玩具好不好？买玩具好不好？谢谢哥哥啊。不客气啊。不跟你计较了。不好意思啊，真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各位都散了，不好意思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这孩子跑太快，一下冲我车上来了，我没躲开。没事，以后啊，这些东西啊，放到楼下安保室，我们商场不让送啊。我是来收货的，商场里有店家寄快递，我这才上来。这么多？啊，那家店每天都有10几个呢，上下午各一趟。哦。这款香水呢是比较偏淡。段经理好，您先这边坐。段经理来了，有事吗？
哎，你们这干嘛呢？啊，我们店长在直播呢。卖什么呀？卖我们家香水啊！我们在网上开了一家店，我们店长没事就直播卖香水。哦，所以你们每天发的快递都是店里卖的货？对啊对啊。这一天能卖多少出去啊？就走的量基本上和实体店差不多，而且我们店里有些老客户没有时间就直接在网上买了，方便嘛。怎么不找一个专业场地就在店里播呀？嗨，在哪儿播不一样啊，而且顾客可以直接看到我们店里的情况，那不是更直观吗？是，你先忙吧。啊，好。可以闻到它的前调是偏橘子的香味，然后它的后调是柠檬，带有一点淡淡的酸味，就是比较恋爱清新的味道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我们的店里还有比较著名的香薰的这一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开心点啊？谢谢你今天带我出来。我早就想带你出来了。当时丁总入驻公司，你被革职 CEO， 我就想带你出来玩玩，散散心。结果我看你工作那么拼命，那么努力，我心想，别打扰你了。最近出了太多事儿了，有好多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面对，我就只能拼命工作呀，用工作来充实自己。西西，你到底想不想做你那个自主品牌？你要真想做，你就做。如果丁丁他说不同意，那我就跟他说我不跟瑞合作了。你千万别这么做。现在欧阳、段然都已经走了，就只有你一个人能保住腾，保住五哥哥，保住我们当时想要创立这个品牌的初心。如果你再跟我一样被丁丁架空，那我们就什么都没有。那你就这么甘愿被他给架空了？好了好了，这么好的天气，咱就别聊这些不开心的了。你看这夕阳多美，波光粼粼的，是吧？多希望能给你带来快乐、带来阳光的这个人是我呀。